大家好，欢迎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。历代的高僧大德用尽一生，让佛教的智慧得以开示众生，尤其是几位大师的临终遗言，更是用生命最后的呐喊去试图警醒世人。今日，小编收集了9位高僧的临终遗言，让我们一起缅怀高僧，从他们的一字一句中品读人生。第一位要介绍的是六祖慧能大师。公元712年7月，六祖慧能大师召集徒众，告知了他们自己将于8月离世。徒众听罢，多皆痛哭，唯有一人神情不动，此人便是神会上人。对于痛哭者，六祖斥之说：数年山中修道，修得什么？你等哭泣，为谁悲忧？难道是悲伤我不知道哪儿去吗？为此，六祖为徒众说了真假动静记，阐述一切无有真，认为若见于真者，世间尽非真。同时又说明了动即不动，生即不生，去亦不去，灭亦不灭的道理。之后，六祖与徒众做最后的告别，说道：欲求见佛，但识众生。又说道：自见本心，自成佛道。法身、报身与化身三身本来是一身，邪迷之时魔在舍，正见之时佛在堂。六祖最后做出了遗记：物物不修善，腾腾不造恶，寂寂断见闻，荡荡心无着。第二位则是虚云祖师。农历9月12日至12时半，公唤侍者一起进来，举目便是，有请曰：你等是我有年，辛劳有感，从前的事不必说了。我近10年来含辛茹苦，日在危疑震撼之中，受谤受屈，我都甘心，只想为国内保存佛祖道场，为寺院守祖德清规，为一般出家人保存此衣领大衣。即此衣领大衣，我是拼命争回的。你个人今日皆为我入室弟子，是知道经过的。你们此后如有把毛盖头或应住四方，需坚持保守此衣领大衣，但如何能够永久保守呢？只有一字，曰戒。说毕，合掌道珍重，诸人含泪而退。第三位，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明山长老。明山长老做刚涂皮的时间是6月10日凌晨3时。此时万籁俱在沉寂之中，天空突然飞来3颗金色的光圈，众弟子们惊呼起来。有的看似3朵金色莲花，有的看似曼陀罗花，有的看似白鹤、孔雀，有的看似吉祥鸟，有的看似妙音鸟。大家只是欢呼、惊叫、念佛，却来不及打开相机录像机。这时天显奇迹，天上突然降下2道光柱，把山顶的万佛塔照得通明。奇异的是，2道光柱并不垂直，而是有弧线的飘落而下，竟与莲花缸前2只点燃了的小小蜡烛相连，出现种种不可思议的瑞相。长老临终遗记4首第1首说道：一旦无常道，方知幻化身，劝君多念佛，念念息贪嗔。这是劝勉大众的。第2首接着说道：秋水鱼踪，长空鸟迹，若问何往，往生境遇，觉而不迷，生必有灭，诚愿再来，何须悲泣。这是说自己成就道果，往生极乐的，会再来度生，安慰徒弟无需悲泣。第3首又说：我佛一教，以戒为师，依戒修定，因定发慧，由戒定慧知苦断集，木灭修道，趋向解脱。这一首开始是要大众以戒为师，精进修行，才能得出轮回苦海。最后一首自尽其意，是诸佛教各宗各派殊途同归，信此信彼，信仰自由，相互尊重，不立门户，六合无正，团结互助，依教奉行，五戒十善，四摄六度，逐步修炼。这是告诫大众个人修习适合自己的法门，不要互相排斥，团结互助，依教奉行。第4位，传奇法师弘一大师。弘一大师临终绝笔，写下了悲心交集4个字，交给逝者妙莲师。悲是悲悯众生。大师往生是1942年，当时日寇侵略中国，全国人民都处在水深火热之中，因此大师对于民众无限的悲悯，心是欢欣喜悦于自己终于修成正果，往生极乐。大师临终之前还交代逝者5件事，其中之一，遗骸分为2坛，一送承天寺普通塔，一送开元寺普通塔，在未装龛以前不需移动，仍随就安卧床上。
如已入龛，即须移居承天寺，须时将常用之小碗4个带去，填龛4角，盛满以水，以免蚂蚁嗅味走上，至焚化时损害蚂蚁生命，应须谨慎。再则，祭送化身窑后，若需逐日将填龛小碗之水加满，唯恐水干后又引起蚂蚁嗅味上来故。大师为人心行细密，弘扬律宗，持戒之严，令人敬仰，遵佛祖之方规，做人天之师范。弘一大师病危前手书寄语：君子之交，其淡如水，直向而求，咫尺千里。问于何事，阔而忘言。花枝春满，天心月圆。其中最后2句隐隐透露出大师自己修行成就已经功德圆满。第5位，禅宗维养宗第9代祖师宣化上人。1995年6月7日，一代高僧宣公上人于美国洛杉矶圆寂，世寿78岁。慧灯具允，人天同悲。法界佛教总会4众弟子仅依师遗训，各道场举行念诵《大方广佛华严经》念佛法会49天。6月12日于长堤圣寺举行入殓大典。6月16日移灵至万佛圣城。7月26到28日于万佛圣城举行追思大会及涂皮大典。上人生时既不要名也不要利，临终遗言亦复如是。我走后，你们可以诵华严经念佛，你们要多少天就多少天，或者1个7，或者7个7。火化之后，把我的骨灰撒到虚空去。旁的事情我什么也不要，不要给我造什么塔，什么纪念馆。我来的时候什么也没有，走的时候什么也不要，在世上我不要留什么痕迹。老和尚说，我从虚空来，回到虚空去。第6位，广钦老和尚。老和尚在往生前约1星期开始，每天昼夜都自己猛力出声的念佛，那种使尽每一口气恳切呼唤阿弥陀佛的念法，非常人可及。大众轮班跟他大声念，尚且声嘶胸痛，气力难支，何况他95岁的高龄。一般人临终呼吸尚且无力，一切不能自主，他却如健将突出五浊的重围。有弟子恐他以近月不食的体力难以支撑，故建议老和尚说：师父，我们念，你听就好。老和尚瞪大了眼，斩钉截铁地说：个人念个人的，个人生死个人了。说罢又大声恳切地自己念佛。在往生前第6天，老和尚忽然一反平常教人专念阿弥陀佛的作风，突然很紧急地命大众为他诵大藏经。大藏经浩如烟海，真不知从何诵起。于是请问老和尚要诵哪一部？老和尚答：总诵。大众就赶紧请出一大部一大部的藏经，搬得气喘吁吁，看他老人家一副决定要往生的样子，心中又急又难过，更不知从何诵起。老和尚就说：看你会什么经，通通给我诵。于是大众便一步步诵起心经、金刚经、药师经、地藏经。在这紧要生死关头，才发现连仅200多字的心经都几乎要诵不顺口，可以说是口诵心焦。当这大众搬大藏经一步步诵时，老和尚只幽默一笑，径自去念起南无阿弥陀佛。凡夫信心不定，定力不足，平日虽然都知道临终助念只是念诵阿弥陀佛，然而到了关键时候还是会打失正念，手忙脚乱。广钦老和尚临终幽默的表演，再一次给佛弟子上了深刻的一课。第7位，净土宗第8代祖师莲池大师。莲池大师一生致力于弘扬净土法门，主持云溪道场40余年，言传身教，接引无数佛子同归净土。临终前半月与之时至，于明神宗万历43年6月底，先往城中别诸弟子及姑舅等，后归寺中具茶堂设供，化别众僧。7月1日上堂对大众说：明天我要走了。晚上大师视危急，明目静坐于帐室。次日夕，诸弟子等请留遗训，大师睁眼开示：大众老实念佛，莫捏怪，莫坏我规矩。言毕，向西念佛而逝。第8位，佛教协会名誉会长本焕长老。本焕长老一生弘法布教，建寺安僧，筹集资金数亿元，新修寺庙10几座。临终前，老和尚交代要涂皮，悼词也是亲自修改，不要念过多的溢美之词，不要那些花里胡哨的东西，就叫我一个修行人。老和尚对信众最后的开示是：一辈子老老实实做事就好。
最后一位则是小编最尊敬的印光大师。印光大师临终时，当晚对身边的弟子说：净土法门别无奇特，只要恳切至诚，没有不蒙佛接引带业往生的。此后精神逐渐疲惫，体温降低，夜里1时半，大师从床上起坐说：念佛见佛，决定生息。说完便开始大声念佛。2时15分，舀水洗手后站起来说：蒙阿弥陀佛接引，我要去了。大家要念佛，要发愿，要生西方。说完即移坐椅上，面息端身正坐。3点左右，妙真法师来了。大师对他说：你要维持道场，弘扬净土，不要学大派头。之后不再说话，只纯动念佛。近5点左右时，在大众念佛声中安详息世。好了，今天的内容就和大家分享到这儿了。一切聚合离散都是因缘和合，有缘千里来相会，无缘对面不相识。世间的一切事物都是暂时的，如白驹过隙，光阴迅速，日月如梭。人生苦短，要及时行善积德，存好心，说好话，行好事，做好人，我们才不会空过此生，就会在此生此世种下好因，将来有个好的结果。期待大家在下方评论区留下自己的感悟。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